每个角色都有技能，你也有属灵恩赐。你玩过团队类的手机游戏吗？像是传说对决、原神、英雄联盟、激斗峡谷、天堂 M 这些。每一位角色都有独特的技能组与定位，有的人一进场就是输出型大炮，砍翻敌人如切豆腐，有的人是补血师，默默在后方拉血支援队友，还有的人是坦克，顶在最前线吃伤害保护大家。每个角色都有它的价值与意义，就算你不当 MVP， 也可能是整场胜利的关键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是什么？你的技能在哪里？你是被设计成什么样的角色？难道我们来到这世界是随便被丢进一场混战、自由发展的路人甲吗？还是其实你早就被创造的独一无二，只是你还没发现？你有一个极为珍贵的技能树，而且是由神设计的。在游戏中，每位角色的技能并不是随机生成的，而是设计师精心规划过的。甚至有些技能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在特定场景下可以逆转战局。同样的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每个人不同的属灵恩赐，为的是要建立教会，帮助他人完成他的计划。保罗在罗马书12章这样写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灵技能，有的会教导，有的能安慰人，有的擅长领导，有的行善不求回报，有的热情接待，有的充满信心，有的能辨别真假，有的甚至能行异能说预言。听起来很像游戏角色的职业技能吧？但重点不是你要成为谁的复制人，而是你要成为你被造的原版。神不是随机给你某个职业或能力，而是根据你的个性、处境、背景、特质，精准打造你的恩赐组合，而且是有目的的。就像游戏设计师不会设计一个没用的技能，神也不会给你一个多余的才干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来找我聊天，满脸沮丧地说，我觉得我在教会里一点用都没有，别人会讲道、带敬拜、领祷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默默地关心人，这有什么用？我问他，你知道你上次在团契小组里私下传讯息给那位刚失恋的姐妹，她哭着告诉我，那是她那周唯一觉得自己被在乎的一刻吗？她愣住了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只是在旁边关心人的这个举动，其实是神给她的技能，安慰人，建立关系，温柔的陪伴。她不是没用，她只是还没意识到她是那个补血师，关键时刻救命的存在。而这正是神的智慧，他不需要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上发光，他需要的是每个人在正确的位置发挥正确的恩赐。有些人常会说，我是不是走错人生了，选错职业了？就像玩游戏时选了一个近战型角色，却老觉得自己适合玩远程输出，然后每场都被打趴在地上。但很多时候，问题不是你选错了，而是你还没学会使用神赋予你的技能。
圣经里的摩西刚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甚至跟神说，我口才不好，我做不到。但神说了什么？谁造人的口？谁使人口哑？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出埃及记4章11到12节。摩西并不是天生的领袖型人物，但当他回应神的呼召时，他所需要的技能就一一被解锁。有时候你并不是没恩赐，只是还没进入神为你量身打造的任务中。回到游戏场景，想象一场5人对战的团队游戏，一个打王专家，一个清场法师，一个补血师，一个坦克，一个指挥官。如果每个人都想当输出型玩家，那这队一定会败得很惨。但若每个人都愿意发挥自己的位置与恩赐，哪怕只是那个帮忙点灯、开视野、丢辅助技能的人，整体就能运作得天衣无缝。保罗也用身体来比喻教会中的各种恩赐。眼不能对手说，我用不着你；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着你。哥林多前书12章21节。每个人都是神队伍中的关键角色，你不是路人 NPC， 你是被选召上场的战士。只要你肯发现并回应，恩赐就会点亮。虽然我们这一刻不做实作，但你可以思考几个问题，帮助你发现神给你的技能是什么。1，你做什么事特别有热情，一做就进入状态。2，别人常常来找你帮忙什么。3，你在哪些时候最能感受到这才是我。4，你做哪些事能祝福到别人，他们的回馈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恩赐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，而是在真实生活中累积观察、回应呼召，一次次摸索中渐渐显现的。而且你的技能还会进化，不是因为你变强了，而是你更愿意依靠神，更懂得为他而活。结语，不是要你去拼技能，是你已被赋予能力。在游戏中，技能是靠升级、装备、任务完成而获得，但在属灵的生命里，神早就将恩赐种子放进你里面了。你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你只是还没完全相信。你本来就被设计来完成独特的使命。你的技能不只是为了让你变强，而是为了祝福人，建立神的国。你的角色不是谁的替代品，而是不可取代的原创。所以别再羡慕别人的光芒，也别怀疑自己的价值。你的属灵恩赐正等待你发现，并在神的剧情里发挥最关键的作用。你不是一个无名小卒，你是神国团队里不可或缺的玩家。你的技能已上线，就差你按下接受任务。